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结婚纪念日，老公的小青梅在朋友圈晒出一张孕检单，她并配文我们共同的期待。我默默点了个赞，顺便评论恭喜你们。刚发出去1秒，薛成仪的电话打来，他怒斥我吓坏了陶安然，还骂我小题大做，过分矫情。我挂断电话，叹了口气，这段10年的婚姻终究是留不住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裹好大衣，我从餐厅出来。今天是结婚纪念日，1周前，薛成仪特地叮嘱想好好庆祝一番，于是我订了这个餐厅，枯坐5小时，却等来他和小青梅约会的朋友圈。回家时，薛成仪刚好进门，他随手把衣服扔在我脸上，活动一下肩颈，像对佣人一样随口吩咐：今天外出了一整天，很累，你帮我把外套打理一下。衣服盖在我的脸上，带着属于陶安然的香水味，很刺鼻，一股恶心感涌上心头，有点脏。我将衣服丢在地上，转身进了卫生间，洗去味道后，我才走了出来。薛成仪装作看不出我态度冷淡，把打包盒放在了桌上。餐厅的剩菜，趁热吃吧。我没回话。若是放在以前，薛成仪施舍给我一点东西，我都会感动得一塌糊涂，把他犯下的错误通通抹除。可现在我有点疲于应对，我帮你拿碗筷。男人没有给我拒绝的时间，径直走进厨房。这时他的东西忽然从桌子上掉了下去，我刚捡起来，便发现是一张陶安然和薛成仪的婚纱照。两人目光对视，眼神中充满了爱意，犹如一对恩爱情侣。我正放回桌子上，薛成仪忽然出现在身后。谁允许你碰我东西的？他愤怒地怒吼着，将手中的玻璃碗向我狠狠砸来，尖角划伤了我的脸，左眼一阵剧痛，眼睛在瞬间陷入黑幕。啊！我狼狈地捂着眼睛，痛苦地尖叫起来。薛成仪冷哼一声：活该！别用你那双脏手碰我的东西！我强忍着颤抖，跌跌撞撞向门外跑去。正值下班时间，走廊里有不少人，见到我的样子，忍不住关心着。也许是碍于面子，薛成仪最终还是骂骂咧咧地跟着上来，拽着我的手腕，将我拖进车里，腰间被硬物搁住。我一点点挪动身体，将它抽出，朦胧中看出是一件女人的内衣，还沾染着恶心的东西。薛成仪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从我手中一把夺过。安然去医院检查的时候脱下的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你别捕风捉影，别用你那肮脏的思想想我们。我平静应声，车内却忽然有些安静。薛成仪拧眉看着我，都说了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我知道，我疼得满头是汗。我知道你们真的什么都没做，我相信你们，所以能不能开车？我很疼。话音落下，薛成仪似是有些意外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随后试探性地看了我一眼：你擦一擦，别掉在我的车上。抱歉，我会注意。我脱下外套，捂住了有血的地方。薛成仪愣了愣，脸上似乎闪过一丝受伤。我们之间这么生疏吗？是啊，若是以前，薛成仪若是说这种话，我或许已经难过到流泪，问他是不是不爱我了。但现在，我疼得连话都不想多说。我假装没有听到。余光里，薛成仪脸色阴沉地开着离开，很快就来到了医院，视线受阻。我在他的搀扶下艰难登上大门的台阶。电梯上行时，陶安然的电话又打了过来，他在那边哭哭啼啼地求助，说自己肚子的要命，急需做检查，让薛成仪快来接他。挂断电话，薛成仪没有丝毫犹豫，
直接按停即停键，咣当一声，梯箱停在3、4楼的夹层，不上不下，红灯闪烁中，薛成仪一秒都不愿多等，徒手掰开箱门，扭头冲我说：“安然很难受，我去接她，你等工作人员来之后，自己去处理伤口吧。”说完，他直接离开。电梯位置很偏，这个点除了急诊科还在上班，没人经过。我走得急，连手机都没有带。本以为薛成仪离开前会帮我叫人，可整整3小时过去，无人经过。被关在这狭小又黑暗的空间里，我又疼又怕，折磨到精神恍惚。最终，几个巡逻的保安听到我的惨叫，将我救出来，送到了急诊科。第2天傍晚，薛成仪才回家。一进门，他就不耐烦地看着我，没做饭。他明知道我受伤，脸上包着纱布，根本看不清东西，不能做饭，可还是质问着我的失职。毕竟1小时前，薛成仪就打过招呼，说要回来吃饭。结婚10年，我一直很仔细地照顾他，不论他提了什么要求，不论我在干什么，我都会以他为重。他从未想过我会像现在这样敷衍地拒绝。我说了，我很难受，你可以去外边吃，也可以点外卖。薛成仪沉默半晌，扔给我一个礼盒，这是结婚纪念日的礼物。我没忘，礼盒砸在桌子上，已经自动弹开。我扫了一眼，是一条镶钻手链。可笑的是，价签上十分显眼的地方标注着赠品2字。半小时前，陶安然发了一张在奢侈品店逛街的动态，这条手链和他买的情侣对戒一起出现在画面中。我将东西推到了一边，你留着送人吧，我不需要。薛成仪脸上有些不耐，他皱了皱眉，还是耐着性子凑过来，想要检查我的伤口。我猛然向后一撤，他扑了个空。见状，薛成仪恼羞成怒：“林清莹，你闹够了没？至于跟我甩脸子吗？你不乱碰我的东西，我会误伤你。要怪就怪你手贱。”他紧紧拧眉，而且当时安然有事，我才迫不得已离开。就算我不走，我又不是医生，留下能干什么？我面色平静地看着他发怒，点了点头：“你说的对，但我什么都没说，不是吗？”薛成仪却冷笑一声：“林清影，你别跟我搞欲擒故纵的那一套，多大年纪了，还玩矫情这一套，恶不恶心？你已经不值钱了，有点自知之明成吗？”每次我和薛成仪吵架，他都会以自己讨厌矫情女人为由，逼我隐藏情绪，伴随着人身攻击，不是胖就是丑。而我则会因为委屈大闹特闹，反而进了薛成仪的圈套，被他嘲讽人蠢多作怪。这一次，我一反常态，淡然起身：“好。”说罢，我走到门口，拎起包，推门而出。从前我也用这种手段表达过自己伤心，可薛成仪一次都没有挽留。今天他像是知道什么，忽然追了过来，抓着我的胳膊问我要去干什么。我甩开他：“朋友叫我出去一趟。”不等薛成仪再说什么，我踏上电梯。2个小时后，正在闺蜜家聊天的我接到一通电话，看到来电人是薛成仪，我直接挂断。闺蜜陈明梦有点不可思议：“我没看错吧？你居然拒接薛成仪的电话？”从前的我把薛成仪的话视为圣经，不仅自己不敢违背，也不许朋友嘲讽。今晚我一反常态，直接把手机关机，和他畅聊到后半夜。第2天，我回到家中，薛成仪刚从书房出来，他抿了抿嘴，没问我去了哪里，我也没有解释。洗漱完，直接上床准备睡觉。一向分居的薛成仪破天荒凑了过来，手搭在我的腰上，举止暧昧。我忍了3秒，最终猛地推开了他。薛成仪生气地怒斥：“林清影，别忘了是你想要孩子，我他妈是在配合你。
你别不识好歹。结婚多年，两家人一直期盼孩子出生，每次都是我在从中周旋，被他爸妈冷待，而他则是轻飘飘的一句“你是儿媳，受点气不正常吗”，就接过我所受的委屈。可笑的是，他拿孩子来恩赐我，我没理会他，翻了个身。不是我想要，是你爸妈想要，现在已经有人给你爸妈生了。听出我话里的嘲讽，薛成仪脸色黑沉，气愤地走出卧室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不再回家。若是以前，我肯定会忧思重重，脑海里不停幻想他和陶安然幸福恩爱的场面。可现在看着空荡荡的客厅，我忽然松了口气。就连在公司工作也十分顺手。总裁调侃我是不是遇到什么喜事，我认真地看着他。离婚，奔向新生，人生之喜。他挑了挑眉，祝贺脱离苦海，事业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笑了笑。现在是这样的，在我没有联络薛成仪的第2周，他主动回来为我做了一份爱心早餐。我吃着东西，手机响起一声提醒，点开一看，是陶安然私聊我，问我昨晚怎么没去参加活动。他和薛成仪相伴而行，差点被误会是情侣。我把手机放在桌上，没有回复。薛成仪扫到聊天记录，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。他欲言又止，昨天是工作日，我怕打扰你，你别生气。我挑了挑眉，不会。男人表情未见任何放松。我知道你介意老林的做法，这样吧，下班后我做东，让他们给你赔罪，行不行？不等我拒绝，他已经拨通电话，安排妥当。我和薛成仪一起出现在包厢门口，陶安然正在人群中聊天。见到我，他眨眨眼：“青莹姐，听薛成仪说你生气了，我们来给你赔罪。其实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”听着陶安然的阴阳怪气，我微微一笑，没有言语。老林走过来，勉为其难地冲我露出一个笑：“嫂子昨天没来参加宴会，我们都很遗憾。”老林一直对我很有看法，他觉得以我的身份根本配不上薛成仪，从多次在众人面前骂我小家子气，让我下不来台。即使如此，薛成仪都不曾对他有过分毫怠慢。但这次我根本不想深究。昨天我很累，就算邀请我也来不了，而且其实我们也不是很熟，没太大必要。说完，我无视了老林眼底的震惊，落座开始吃饭。就在这时，餐厅经理捧了一大捧玫瑰花走了过来，轻车熟路地将花送给了陶安然。陶小姐，薛先生送您的仪式感，这是店里送您的第99束玫瑰，祝您2位长长久久。经理说着讨喜的话，可现场的氛围却一时有些沉默。陶安然接过花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随后做出一副委屈表情：“青莹姐，花送你吧。”众目睽睽之中，我捂着鼻子起身向后一撤：“不好意思，请你拿远点，我过敏。”说罢，我直接走出包厢。薛成仪追了过来，语气有些忐忑：“我可以解释的，这是之前做活动时酒店赠送的项目。”不信？我有些烦他的存在，打断道：“我要去清理一下身上的花粉，你先回去吧。”等我再回到包厢，薛成仪正在众人的簇拥下和陶安然喝交杯酒，那束花放在最显眼的位置。几年前也是这样的饭局，薛成仪刚晋升集团总裁，陶安然买了花送他，明知我过敏，他却强迫我帮忙拿着。那时的薛成仪拽着我的胳膊，把我的头按到花束里，矫情什么？你要是真难受，我送你去医院。饭局开始没多久，我就因过敏脸红气喘，不得不提前退席。当晚高烧不退的我被送到医院，医生遗憾地告诉我，肚
肚子里的胎儿因为母体生病而流产了。听到这个噩耗，薛成仪专程赶来医院，对我破口大骂：蠢货，这就是你逞能的代价，真是个废物，蠢成这样，我不知道你活着有什么意思，不如去死。会议结束，我走到座位前，拎起包，转身离开。没过多久，薛成仪也跟了出来，他抓住我的胳膊怒吼：林清莹，你能不能别犯病？我都为你付出这么多，你还敢给我甩脸色？想离婚是吧？行，我成全你。薛成仪又一次提出离婚，上次他这么威胁我，是我不满他出差的随行名单中有陶安然。那时我厌恶自己那么爱吃醋，跪在他的腿边，撕心裂肺地发誓，说我以后一定会宽容大度。我哭到晕厥在地，可送我去医院的不是他，只是一个陌生人。这次听到他的话，我没有慌乱，也不心痛，我平静地点头，可以。薛成仪呆愣在原地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，他双唇颤抖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离婚，我说我同意。我低头从手机上操作了一下，把律师拟好的离婚协议发到他的对话框。没什么意义就签字吧。薛成仪扫了一眼，忽然咬牙切齿地问我：你又在赌气是吧？我摇了摇头，没有啊。薛成仪怒气冲冲地瞪着我，半晌冷笑一声：你想对我用激将法，可惜我不吃这套。说完，他转身回到包厢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薛成仪一直没有回家，直到一天深夜，老林打来电话，说薛成仪从楼梯上摔下，病得很厉害，需要我去照顾。我说我过去不方便，陶安然现在月份还不是很大，让他们夫妻自己看着来吧。本来我只是在为他们考虑，结果薛成仪毫发无伤地回来了，甚至一进家门就开始对我甩脸色。他把自己的东西搬到客卧，旁若无人地大声讲话，冷着脸准时回家。情人节那天，他特地订了一个蛋糕送到我的公司。若是以前得到薛成仪这样珍视，我早感动到泪流。然而这一次，无论他在家中如何暗示，我都像没事人一样，不做半点反应。薛成仪似乎已经忘了之前的不愉快，而我也听从律师的建议，没有轻举妄动。林女士，请您尽快安排时间来医院做复查，和医生约好去检查眼睛情况。刚走进大厅，有人从后面拉住了我的胳膊。林清颖，你怎么来了？是知道我在这儿吗？我扭头一看，薛成仪脸上的欣喜不加掩饰。他身后，陶安然扶着浑圆的肚子，探出头来打招呼：清颖姐，你是跟踪薛成仪一起过来的吗？其实不用这样，打个招呼，我们一起坐车就好了。听着他话语里的阴阳怪气，我挥了挥手中的单子：我来复查，没想到你们在这里。陶安然娇羞地看了一眼薛成仪，随后茶里茶气地和我说：不用给自己找借口了，清颖姐，我知道你很关心薛成仪，这样也好，有你在场，更能证明我和薛成仪之间的清白。他把头发别到耳后，我的视线随着他动作滑落，看到陶安然身上穿着那件我去年亲手给薛成仪织的毛衣，针织很难，我学了很久才勉强做出一件像样的外套，当做纪念日礼物送给了他。国庆本想让薛成仪穿着和我一起回娘家吃饭，他却推说毛衣早就穿坏了，被他扔了。我当时很心疼，小声抱怨了一句：太浪费。男人就像破防一样，冲我大吼起来：不过就是一个垃圾玩意，非要强迫我穿在身上招摇过市，还不够丢人吗？现在你居然敢审问我，林清颖，谁给你这么大的脸？再有下次我直接给你2个耳光，看你还多不多嘴。我被薛成仪拽着一起去了妇产科，
他当着众人的面介绍我是他的妻子。医生虽然奇怪，还是奉承着夸他是个妻管严的好丈夫。薛成仪眼角带笑。正当我想找个借口脱身的时候，陶安然从检查室出来，自作主张把毛衣外套披到了我的身上。我看清莹姐刚刚一直盯着这件衣服，是不是喜欢看我披着这件毛衣？薛成仪紧张地解释，之前一起出席活动，降温了。陶安然觉得冷，我才让她穿走，还以为弄丢了，没想到保存得这么完好。我无所谓的摆摆手，没关系，一件过时的衣服而已，对我来说和不存在没什么区别。这时，陈明梦发来消息，说自己已经到了体检部，问我在哪里。我立刻摘下毛衣，送到薛成仪手里，你们继续检查吧，我朋友来了，我先走了。没等薛成仪开口，陶安然忽然走到我面前，一把拦住我。青莹姐，你是不是还在介意我和薛成仪？这是个试管婴儿，和他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不要误会。如陶安然所愿，我看到他脖子上的吻痕，对上陶安然挑衅的眼神，我宽厚地笑了笑，忽然抬手，我从男人口袋中拿出那枚钻戒，正巧和陶安然是一对，我帮他们戴好，随后拉着两人的手叠放在一起。你们很恩爱，我也放心了。既然现在孩子都要有了，还是赶紧商量个日子，大家空出时间来，都能去参加宴席，庆祝一番。我愿意配合你们去民政局办理离婚。陶安然，你努力，劝劝薛成仪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刚走了2步，薛成仪追了出来，他脸色难看得可怕，从无名指上用力摘下戒指，摔在地上。林清影，一切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误会我们了。我不理解地看着他，这有什么可误会的？你们情投意合，这些年我都知道，那个情侣钻戒是活动方送的，本来我想回来带给你，结果忘了。婴儿是陶安然在医院做的试管，我知道你不信我们之间清白，但我之所以会陪陶安然来医院检查，只是因为我们两家交好，他的父母拜托我把陶安然当成妹妹照顾。你要是不高兴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他们，以后让他们找保姆来。林清影，你对我有点信任好不好？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那么不堪的人吗？薛成仪的音调越来越高，周围已经聚集了好几个护士，正在犹豫要不要上前来阻止他发癫。我有点厌恶地看着他，薛成仪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在医院里大吵大闹，我要先和朋友会合，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吧。陶安然回国，薛成仪扔下我去接机的那天，我非常崩溃，在电话里和他大喊大叫。当时薛成仪就是用这副厌恶的模样敷衍我，如今我也用同样的方法让他感受自己的恶意。薛成仪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，我转身离开。接下来的几个小时，手机不停震动，薛成仪不时发来消息，先是问我身体检查的怎么样，有没有结果，他会一直在医院等着。后来他又问我眼睛情况如何，有什么病不要藏着掖着，一定要一次处理到位。他已经联系了国内最好的眼科医生，如果我觉得有必要，可以让他帮忙预约。5个小时后，薛成仪干脆打来了电话，接连挂断好几次，他仍旧锲而不舍地拨通。终于，我放弃抵抗，电话接起的那一刻，薛成仪语气温柔：你们做完体检了吗？我请你们去吃饭吧，我们早就离开了。听到我的回答，薛成仪还以为我在赌气，不得已，我把手机递到驾驶位，让好心送我和陈明梦回家的公司总裁和薛成仪打声招呼。薛成仪没关心过我的公司，但在听到男人低沉的嗓音后，
还是有点警觉。薛成仪虽然没见过陆成英，但陈明梦偶尔会打趣陆成英和我之间的关系，他显然都知情。隔着手机，我看不到薛成仪的表情，可他猛然加快的呼吸声却告诉我他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。我不想增加负担，直接挂断电话。这天晚上，陈明梦盛情邀请我去他家过夜，我没有拒绝。我们睡到日上三竿才睁眼，门外突兀响起敲门声。我揉着发疼的太阳穴走过去开门，薛成仪的脸色奇差无比，他皱着眉问我：“林清影，你为什么一晚上不回家？”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忽然想来陈明梦这里不行吗？薛成仪显然不相信我的话，他探头探脑，想从家里找到其他男人存在过的痕迹。我厌恶至极，一把把他推了出去。薛成仪，你烦不烦？我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吗？我是一个成年人，做什么事都不需要别人同意才行。况且我都不过问你和陶安然的关系了，你别没完没了。薛成仪立刻解释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担心你才那么问的。既然你已经醒了，我开车接你回家吧。陈明梦家离我家很远，想了想，我也不方便继续在这里打扰，收拾好东西跟薛成仪一起出门。薛成仪亲自帮我拉开车门，坐上车。我手摸到一张纸，拿起一看，是一张母婴店的消费小票，日期是昨天。薛成仪如临大敌，立刻抢过去揉成一团。陶安然让我一起去逛商场，他月份太大，不好搬东西，我去代劳，根本没注意这个小票落在车上了。林清影，我打断了他的话，我不在乎你和陶安然之间发生了任何事，那都和我没关系，你不要再给我解释了，听着就烦。说完，我闭上了眼。男人沉默地看着我，他知道我没必要说谎。回到家后，简单的洗漱一番。结婚后再也没做过饭的薛成仪端出一碗鸡汤，讨好地看着我，希望我能过去和他一起用餐。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面对面坐在一起吃一顿晚饭了。从前，这是我最期待的事情，可结婚后，薛成仪总是失约，即使他有饭局，也从不通知我。陶安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后，薛成仪变本加厉，对我的食物评价十分苛刻，做得太丑，全是油，吃了想吐，真恶心。哪怕我端上的是一碗蛋炒饭，他也无比嫌弃。一次，薛成仪生病住院，我做了爱心便当，送到他身边。那时正巧有不少下属去探望，所有人都夸我的食物卖相精致，味道好吃。谁料薛成仪挣扎着从病床上起身，走到卫生间，把食物扔进马桶。众人都很尴尬。大家离开后，他冷漠地看着我：“你喜欢在男人面前抛头露面是吧？恶心的东西，赶紧滚！我不想吃你做的菜。”我哭着离开，走出病房，听到男人柔声安慰着陶安然：“好了，我根本不想吃他做的饭，你别哭了。”林清影，最近这段时间你很累吧？我特地煲了一锅鸡汤，给你补补身子。薛成仪十分期待地看着我，我用砂锅小火慢炖，放了好几味中药才进去，对身体很好，你吃点吧。要是觉得不顺口，我去做你最爱吃的蛋炒饭。我冷笑一声：“你说这是鸡汤？”我把碗从薛成仪手中夺过，狠狠摔在地上。恶心的东西，你想害死我吗？带着你这堆尿水滚！陶瓷碎片割伤了薛成仪的脚背，但他一动不动，只是哀求地看着我。我转身离开，走进书房，开始工作。好一会，男人才挪了过来。他正要说些什么，电话却在此时响了起来。那个专属铃声来自陶安然。挂断电话后，薛成仪焦急地告诉我，陶安然腹痛难忍，
还有出血迹象。这城市他只有薛成仪这么一个可以依靠的人，他必须赶紧过去处理。林清影，再怎么说，安然也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妹妹，我不能放着不管。等陶安然孩子出生，我休年假，我们一起去约会。你不是很想去欧洲吗？这次我们玩个遍，好不好？林清影，你不要再生我的气了，这真的只是个误会。既然你不想喝鸡汤，我们去餐厅吃饭，一会我回来接你。我压抑的内心的烦躁，在薛成仪凑过来想要抱着我之前，迅速向后撤了几步。好啊，你去吧，毕竟人命关天，别耽搁太久。我答应了他的要求，只不过我要先完成手头的工作，再和他会合。看我态度有所转变，薛成仪喜笑颜开，立刻转身向外冲去。他连拖鞋都来不及换，带着一脚的血，径直冲向门外，那迫不及待的样子，好像生怕他的孩子下一秒就会出生似的。他一走，我就联系律师，把所有证据材料整理好，装进行李箱，拎包走人，删除智能锁里边自己的指纹。我忽然感到一阵轻松，将准备多时的离婚协议发送到薛成仪对话框。我静音了手机。当天晚上，薛成仪发疯般打了上百通电话，可惜我埋头酣睡，一点都没听到。和我预计的一样，自负又自私的薛成仪发现被彻底甩了之后，并没有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相反，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，拼命更新朋友圈，想让大家见证他过得很好。离开薛成仪后，我的生活过得肆意洒脱。从前，我战战兢兢，每天都害怕自己因为做错了什么事遭薛成仪嫌弃。现在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只为了一个目标：赚钱，让自己快乐。这种心态的改变也影响了我的工作，我的效率极高。很快，公司提拔我为部门主管，陆成英亲自来通知我，顺便邀请我晚上一起吃饭，算是帮我庆祝。我没有拒绝，只是万万没想到，到达餐厅后，居然会和薛成仪撞个照面。薛成仪和陶安然抱着一个婴儿站在餐厅门前等座，见到我，他震惊了片刻，随后冷着脸向我走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就想将我强行拖走。陆成英立刻拦住他：“这位先生，你要做什么？”在我的激烈挣扎下，薛成仪不得不松手。我冷淡地看着他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薛成仪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陶安然忽然尖叫一声，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嚷嚷起来：“林清影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小三，抛下丈夫和别人勾搭在一起，你想把大家都毁掉吗？”陆成英这才知道，原来这就是我的前夫，他将我护在身后。我从律师那里听说了你和林清影的事情，你这个渣男，怎么有脸在这里贼喊捉贼？陆成英话音未落，薛成仪已经冲了过去，一拳砸在他的脸上：“你个畜生，竟然和我老婆不清不楚！”陆成英被打，可他更害怕薛成仪借此机会伤害我，没有选择反击，而是将我牢牢护在身后，紧盯着薛成仪。看着陆成英肿红的右脸，我心中涌起一阵愤怒，走到一桌人前，端起他们的酒，泼在薛成仪脸上。薛成仪像个被淋湿的落汤鸡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“林清影，你竟然帮这个贱人！我才是你老公，难道你真跟他发生了什么？”我点头：“没错，我确实喜欢陆成英，而且我已经跟你提出离婚了，咱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做什么不关你事。”听到我的话，薛成仪疯狂地摇头：“这不可能！我每天都在关注你的动向，你这么说只是为了气我。之前的事确实是我对不住你，可我已经和你说了我会改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？”我直接和陆成英十指交握，
看到这一幕，薛成仪瞬间哑声。他不明白，我为他付出了整整10年的青春，我为他献上自己的所有，为什么现在能这么快就将他抛弃？明明他都已经开始改变了，我却不肯原谅，甚至还在他面前和另一个男人亲密暧昧，如此残忍。陶安然嘴角忍不住勾起，他抱着婴儿，眼巴巴凑到薛成仪身边，也想和他十指相握。可薛成仪忽然发力，把他一把推倒，婴儿爆发出阵阵啼哭。薛成仪置若罔闻，只是怔怔地盯着我。过了很久，他忽然开口：“林清影，我知道你是想用这种方法报复我，让我感受你之前的痛苦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我是真的很爱你，我愿意用自己的余生弥补之前的错。我们和好吧。”我忍不住笑了。薛成仪，你不知道有句话叫狗改不了吃屎吗？况且你和陶安然已经生了一个孩子，想让我怎么样忍着汤里的老鼠屎和你过日子？你出轨在先，现在还摆出一副自己改变就必须被原谅的姿态，我真搞不懂你有没有常人的脑回路。最后警告你一遍，3天内如果我没有拿到签字的协议书，我们就法庭上见。说完，我拉着陆成英走进餐厅，走向我们预定的卡座。之所以我敢如此大胆，在所有人面前和陆成英牵手，是因为之前我确实收到过陆成英的表白，但我立刻拒绝了。如今用这种方法打击薛成仪，我也心存愧疚，立刻端着酒杯自罚3杯，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道歉。陆成英接受了我的赔罪，不仅如此，他还提出先以朋友的身份接触，周末一起去看电影。至于薛成仪和陶安然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，我没有留意。3天后，薛成仪并没有如约发来离婚协议书，我不再等待，直接提交起诉状。母亲给我打电话说奶奶生病了，指明想见见我。我办了休假，辗转多次，回到老家。小县城坐落在山野之间，去医院见过奶奶。一出门，看到薛成仪的车正在路边停着，我和周围亲戚打招呼，任何人都不许让薛成仪进家门。如果有人敢违背我的话，我绝对会和他们断了关系，从此不再往来。我是这些人走出县城最大的希望，所以所有亲戚都不敢接纳薛成仪。薛成仪白天顶着日光站在我家门外，夜里才缓缓离开。就这样过了3天，邻居来敲门，告诉我们屋外晕倒一个人。我妈劝我打个120，把薛成仪送到医院。经过检查，发现他就是休息不好，中暑发起了高烧。只是因为他最近体质太弱，吃了药也没什么效果，只好转进住院部慢慢调理。爸妈害怕薛成仪出事，每隔1小时就去看看他的情况。他们怕被薛成仪家报复，毕竟我们家和薛成仪家完全不一样。当初如果不是他一意孤行，薛成仪爸妈绝不会让我过门。结婚前，薛成仪爸妈和我爸妈见了一面之后，他们将我叫过去，任务地告诉我，薛家有头有脸，不能接受这些从乡下来的乡巴佬参加我们的婚礼。如果我爱薛成仪，就阻止我爸妈来吧。我坚决不肯。薛成仪却说他有办法，让我放心。结婚那天，我在门前等了许久，都没有等到我父母车队的身影。直到仪式快开始，母亲打来电话，告诉我通往城里的路面破碎，正在抢修，他们来不了了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我十分伤心。薛成仪拉着我的手告诉我，他家人就是我家人，就算我爸妈来不了，他也可以让他爸代劳。后来我才得知，哪有什么路段的事，薛成仪花大价钱买通了村长，哄骗我爸妈他们来不了，
只是因为害怕我父母是农民，让他丢人。爸妈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在这里待着就行。送走父母，我回到病房，薛成仪睫毛颤抖，我知道他在装睡，于是开口：你病已经差不多好了，可以回去了。要是不放心，就让你家司机来接你。我正要走，薛成仪从床上狼狈爬起，连滚带爬地冲到我身边，抱着我的腿。林清影，我真的离不开你。这段时间我已经反思了，我和陶安然彻底断了联系，孩子也送到国外去养，他再也不能打扰我们的生活。你相信我。薛成仪和陶安然彻底闹掰的事，我知晓，毕竟是个总裁，也有几个狗仔队想挖出薛成仪的私生活。我在手机上看到陶安然曝光薛成仪找他代孕，现在又抛弃他的视频，因为薛成仪一直不肯回复。他跑到公司楼下闹事，被保安拖走时，由于过于激动，心脏病发作，差点当场死亡。薛成仪，我之所以跟你离婚，不是因为陶安然，你不爱我，只是习惯了有我存在，哪怕陶安然离开，还会有王安然、李安然，我防不过来，也懒得去管。而且一想到你躺在我身边，却和别的女人暧昧，我就想吐。现在就算是想想薛成仪的所作所为，我都厌恶不已。薛成仪挣扎着起身，声音沙哑：你还在介意那个情侣戒指是不是？我会向你证明我的诚恳。他转头四处寻找，桌上放着一把切水果用的小刀，薛成仪立刻扑过去，把刀举起来，狠狠砍在右手的无名指上，鲜血立刻涌出。薛成仪疼得满头是汗，艰难地看着我：林清影，求你了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他跪倒在地，用沾满水的手拽我的衣袖：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，我们不离婚，好不好？我皱了皱眉，向后退了几步：别玩苦肉计了，你知道我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，自己叫护士吧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说完，我推门离去。薛成仪呆呆地跪坐在地上，一声不吭。很快，他办理了出院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：是林清影吗？根据证件登记，您是薛成仪的妻子，我们是中心医院。您丈夫今天凌晨从桥上跳下，现在处于深度昏迷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，请您过来一趟，配合手术签字。听着电话那边的声音，我视线随着延绵的大山向外看去。多年前，我流产那夜，因为过敏，我艰难地打过120之后，又给薛成仪打去电话，隔了很久，就在我马上要晕厥之际，他终于接通。我哭着求他，说我过敏很厉害，浑身都疼，让他回家来照顾我一下。那时薛成仪已经帮陶安然办完了接风宴，可是听到我的请求，他又转身回去，将所有朋友叫住，号召他们去酒吧进行第二轮。我清楚听到男人身边那娇羞的笑声。过了很久，薛成仪才重新回到电话前，他不耐烦地对我破口大骂：林清影，你烦不烦人？今天我们给安然接风，你就想出这么多幺蛾子折腾我，只不过是肚子疼而已，你忍忍就过去了，实在不行打个120，我回家又能怎么样？蠢猪一只！行了，我要再去喝点酒，你别假哭了，难听的要死，真那么疼？自杀好了。女士，你听到我的话了吗？医护人员的声音将我拉回了现实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和这个男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打错了。我的离婚案赢得很轻易，薛成仪有出轨的事实，法院判我大获全胜。从门口走出，薛成仪恋恋不舍地看着我。他从桥上跳下后，脑子受到损伤，如今半瘫在床上。若不是为了今天打官司，
用轮椅推了出来，平时和残废没区别。我无视他的眼神，和律师兴奋地讨论着一会去哪里庆祝一下。就在我们即将离开之际，一只喜鹊忽然跳到我的面前，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。律师笑着拍拍手，都说喜鹊是有福气的，看来这场胜利是命运冥冥之中送给你的。我笑了笑，轻轻一点，喜鹊扇动翅膀飞向空中，我的视线随着鸟越飞越高，心也奔向了远方的自由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